Hello，我今日要嚟整理一下我身後嘅書櫃啦，因為入住咗呢一度咧都差唔多1年啦。呢個書櫃咧越嚟越多嘢啊，有啲隨手擺入去嘅雜物啊，跟住書又越嚟越多啦，所以想趁今日執一啲我肯定自己唔會再睇嘅書賣出去啦、捐出去啦或者送出去嘅，跟住就將我留翻落嚟嘅書好好咁樣分類。雖然咧我都係一個會定期去出清書櫃，但係咧有一啲書喺呢好幾年咧都仍然係留咗喺我度嘅，仲會係喺未來嘅日子裏面重溫佢去睇佢嘅，可唔可以叫做人生之書呢？嗰啲書，人生呢個 term 有啲重嘅，不過我諗都近噶啦，仲留緊喺我書櫃入邊接近人生之書嘅嗰啲書單啦。我一陣間整理完個書櫃之後呢，都會分享俾大家。咁依家就沖杯茶，開始執嘢先啦。面淨係推薦一本書。我個書櫃入邊咧有個刮痧器嘅，我要拎出嚟將佢擺喺第二個地方。跟住有啲手信嘅蠟燭啦，都要拎出嚟溶咗佢噶啦。然後有一堆嘅書封啊，其實我想儲到一定嘅數量之後啦，將佢黐喺 A4 或者 A3 嘅板上面，然之後將佢裱框。但係依家咧未夠嘅儲得，所以就繼續會擺住喺呢度側邊先。呢度有啲收集翻嚟嘅卡片啊、聖誕卡啊嗰啲嘢啦，都需要執一執嘅。呢度咧有我嘅首飾盒，因為我嘅首飾本身都唔係好多，咁所以一個盒仔咁擺喺呢度咧都 OK 嘅。但係就係要執一執佢哋啲擺位啦，同埋 display 嘅分類。喺度插播一則消息，我第一次嘅插畫作品展已經喺馬灣168鴛鴦美店內開始咗啦。其實1月尾嘅時候已經開始咗噶啦。呢個以朋友友誼為主題嘅畫作展，正好紀念咗我喺創作路上面一路遇過嘅好人好事。為今次畫展創作嘅朋友系列明信片，一套5張都係我嘅網站嗰度限時免運費中啊！我將呢個畫作展同埋明信片嘅 link 都放咗喺呢條片下面嘅資訊欄嗰度，大家有興趣嘅話就去睇下啦。就係咁，我執咗呢一沓書出嚟，準備擺上網賣或者係捐出去。捐書嘅話，我通常會揾 Rolling Books，佢哋間唔中會開流動書車去到各個地方嗰度收書。大致上已經執好咗我嘅書櫃啦，依家咧將佢哋分咗類啦。下邊呢層咧主要就係擺小説嘅，中間嗰層咧就係擺啲散文啦，或者係非文學類嘅書籍。跟住再上面嗰個角落咧，就係擺我啲插畫參考書啊、插畫相關書啊同埋漫畫嘅。仲有幾本書咧，我放咗喺梳化後邊啊，係我最近睇緊嘅書啦，或者睇完準備還嘅書，即係圖書館借翻嚟書或者借人哋嘅書，睇完諗住還㗎，都擺咗喺嗰度。上個月喺圖書館借咗2本書翻嚟，一本係《成不了大人物的我們決定成為簡單的人》，書裡面講到我一直以嚟提倡嘅低成本簡單生活嘅基本概念；一本係《人生4000個禮拜》，呢本書係我哋 Patreon Book Club 1月嘅選書，睇完之後都非常之中意，好好咁提醒咗我人生短暫，應該要放低對時間嘅掌控，專注活在當下。仲有一本在讀嘅，當然就係《巴別塔學園》啦，我會努力去睇佢嘅。另外拍緊呢條片嘅時候，都開始咗睇《The Book of Joy》，係 Patreon 嘅2月選書，由2位分別係信奉佛教同埋基督教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嘅對話寫成嘅一本書，談論我哋點樣喺世間苦難之中揾到恆常嘅喜悅。已經有預感我係會中意呢本書㗎啦。然後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幾年經歷咗大大小小嘅斷捨離之後啦，都唔捨得送出去嘅書啊！呢啲書呢，我會覺得係我一路都會 keep 住想翻睇嘅，就係呢一棟啦，好重，我放喺後邊先，逐本講。想講咗文學類嘅書先。
梗係唔少得村上春樹啦，係咪？佢嘅第一本著作《聽風的歌》同埋《挪威的森林》。幾年前我開始睇咗村上春樹講跑步嘅嗰本書之後，接連睇咗《聽風的歌》、《挪威的森林》，跟住舊年睇咗《一 Q 八四》，今年準備會睇《海邊的卡夫卡》同埋佢嘅其他散文集。我暫時始終最中意嘅都仍然係《聽風的歌》。唔知咧，可能係因為真係佢嘅第一本作品，係 feel 到佢嗰種好不在乎，定係想寫文啫、寫故事啫嘅嗰種感覺，冇好嚴謹嘅故事結構㗎。但係睇下有一頁，睇下有一頁咁樣，佢入邊好多講嘅隱喻啊，甚至乎佢故事入邊又作咗另外一個故事，一個少少寓言性質嘅故事。呢啲位全部都覺得好犀利啊！呢個人天生就係食呢行飯嘅，完全係講出咗青春，甚或是我哋嘅人生。好多時做嘅嘢就係徒勞無功嘅，就係冇意義嘅。但係我哋要點樣去面對嗰種無意義感呢？或者就係佢筆下一路以嚟嘅主人公要面對探索嘅嘢。跟住係《挪威的森林》套書咧，同佢另外嘅兩套作品成日都被譽為係村上春樹嘅青春三部曲，即係覺得入邊書寫咗好多青春時候愛情嘅美好。我睇嘅時候，我嘅着眼點唔係喺佢青春美好嘅愛情裡面，我反而係俾佢入邊所傳達出嚟關於生死嘅觀念震撼到。書入邊嘅主角渡邊，佢喺37歲嗰年搭上飛去德國嘅飛機，喺飛機上面咧聽到《挪威的森林》呢一首歌，令到佢回憶翻起佢18歲至到20歲嗰幾年間發生嘅事，經歷咗好朋友自殺啦，中意嘅女仔患上咗憂鬱症。我過多2年就係渡邊佢一開始回顧過去嘅嗰個年紀啦。當初我睇嘅時候，或者係舊年拎翻上手再揭，以至於頭先準備去拍呢段片分享再揭去睇嘅時候，我都更加肯定，雖然佢好大嘅篇幅係講主角佢嘅戀愛經歷，但係佢想講嘅嘢遠不止於此咯。我當初第一次睇嘅時候，其實一路睇上冊啦，睇到下冊去到中段咧，都對於佢哋嘅戀愛情節冇乜特別太大嘅感覺嘅。但係去到接近尾段嘅時候，發生咗一件對於主角渡邊嚟講好大轉折嘅、好大打擊嘅一件事。我突然之間毫無預兆地係睇到喊咗咯，流咗眼淚。嗰個情感嘅衝擊，原來係由本書一開始第一版就開始慢慢累積，而我唔知道嘅。但係一路睇嘅時候，已經一路慢慢累積到，佢唔係情緒起伏得好緊要咁樣去書寫出嚟，即係好似我哋平時面對生活嘅一啲困難，未必會每一個小細節都講出嚟，或者每一個小細節都察覺到。咁但係嗰啲嘢咧，就會其實喺你心裏邊一路累積咗。呢一套書可以話係我真正第一次咁深入地去同個故事一齊探討生離死別課題嘅一套書。入邊咧有一段就係講生死觀，我好中意嘅，佢係寫得好好嘅。我揾到啦。我們藉由生這件事同時在培育着死，但那只不過是我們不得不學的真理的一部分而已。不管你擁有什麼樣的真理，都無法治癒失去所愛的哀傷。不管什麼樣的真理，什麼樣的誠實，什麼樣的堅強，什麼樣的溫柔，都無法治癒那哀傷。我們只能走過那哀傷，才能脫離哀傷。從其中學到的這些什麼，對於下一個預期不到的哀傷來臨時，仍然絲毫派不上用場。即係有陣時，旁人講幾多嘢都冇用啊！喺面對生離死別嘅時候，唯有係自己經歷過、走過咗，先至可以從中再行翻出嚟，一次又一次咁樣去面對、去行過咗嗰樣嘢，感覺到自己好似我存在於呢個世上，捱過咗某一啲好難過嘅關口，又可以繼續啦。跟住嘅文學作品咧係 Frankenstein，Mary Shelley 嘅科學怪人。舊年咧 Netflix 出咗一個改編嘅電影啦，都幾忠於原著嘅，所以我呢個原著黨都感到滿意嘅。除咗個結局之外，因為個結局係改咗一個比較大愛式啲嘅、成人式啲嘅結局啦。本書原著入邊嘅結局係都幾唔同。當初第一次睇嘅時候咧，都係帶俾咗我極大嘅震撼。呢個故事入邊所講嘅關於人性嘅善啦，或者係惡，應用喺今時今日咧，都
完全唔過時，尤其是喺呢個 AI 時代。故事入邊講嘅就係一個天才科學家將一條死屍復活咗，賜予咗佢生命。咁但係嗰條死屍佢嘅外形咧係一隻怪物咁樣嘅，所以其他人見到佢嘅時候，不其然就會覺得驚啦，甚至乎想要傷害佢。但係嗰隻怪物咧，所謂想要嘅只不過係愛，而創造佢出嚟嘅嗰一個科學家又唔理佢，反而係厭惡佢。明明嗰樣產物係佢自己做出嚟噶嘛，令到嗰隻怪物佢要不得已做出一啲可怕嘅事。當佢做出咗呢啲可怕嘅事之後，究竟我哋怪責嘅應該係呢個怪物，定係創造佢出嚟嘅嗰個科學家呢？呢個就係 Frankenstein 呢個故事想探討嘅最核心嘅一個主題。諗翻起我哋今時今日呢個 AI 時代，當佢發展到一個程度嘅時候，人類又好似開始驚佢咯。AI 真係發展到去有自己思想嘅地步啦，我哋仲會唔會覺得佢係一個好幫手呢？定還是會唾棄佢啦？呢個時候究竟係怪所謂造物主嘅我哋，定係怪翻 AI 呢？我睇嘅係最原汁原味、原始嘅呢一個英文版本啦，因為聽講咧佢後尾有出咗幾個唔同嘅版本，即係佢嘅結局會唔同嘅。但我相信呢一個原版結局係最能夠表達出佢想探討嘅嘢。如果大家想初步了解下呢個故事啦，舊年 Netflix 嗰套戲咧，我覺得係做得好嘅，即係除咗結局之外啦，但係佢一開始啊，以至到中段啊，都忠於原著嘅。咁所以如果係大家想初步簡單了解下咧，睇嗰套戲係幾好嘅。然後就係小王子啊，冇錯，我係有好多個唔同版本嘅小王子嘅。我有曾經咧諗過問題，餘下人生裡面淨係推薦一本書嘅話咧，我諗我真係會揀小王子。小王子佢包住童話故事嘅外皮，但係佢講嘅嘢係我哋花一生都需要學習嘅嘢，而且佢入邊講嘅好多唔同嘅課題，每一次睇都可以有新嘅體悟，每一次睇完咧都可以有唔同嘅嘢講嘅。呢本就係我舊年喺日本買翻嚟嘅文庫本，諗住因為我知道個故事係講啲咩嘛，咁學日文都 OK 啊，即係學一個語言就係要睇啲自己睇過中意嘅嘢就學得最快嘅。跟住呢本咧係最近啦，我前排去咗誠品尖沙咀店嘅小王子80週年展覽，喺嗰度帶翻嚟嘅呢個80週年紀念版本。呢個版本嘅小説咧，佢除咗係收錄咗小王子佢完整嘅故事之外啦，佢入邊嘅插圖咧就係由畫師蔡景康重新演繹一次嘅。我係好中意佢嘅插圖，俾大家睇下先，揭下。係啦，佢入邊有呢啲插圖啦，我好中意呢一幅。佢同狐狸分別嘅時候嘅插圖。喺幾年前我再一次讀小王子嘅故事嘅時候，嗰陣時我嘅着重點係在於佢入邊講離別嘅呢個課題。今次再睇咧，我嘅重點又唔同咗啦。今次令我好深印象嘅一部分就係佢對於我哋大人形象嘅描述。小王子離開咗佢居住嘅星球 B6嘅2星球，去到其他好多個唔同嘅星球旅行。咁佢喺其中一啲星球入邊啊，遇到嘅唔同大人嘅形象咧，都令到佢非常之不解啊。其中一個大人咧，佢就係一個商人嚟嘅。小王子去到嘅時候，個商人都冇理到佢啦，因為佢忙於去計數啊。原來佢數緊嘅咧係天上面嘅星星。再睇嘅時候就發現佢嗰啲星星其實係隱喻我哋嘅金錢啦。小王子作為一個好奇寶寶啦，就問嗰個商人：你數完啲星星之後有咩用啊？你用嗰啲星星嚟做咩啊？個商人答唔出，佢就話為咗繼續數咯，為咗擁有佢哋咯，將佢哋擺喺銀行咯。呢個真係完全講出咗我哋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嘅常態。好多人窮一生對金錢作出追求，但係問佢哋要攞到嗰啲錢嚟做咩呢？又答唔出嘅喎。但係金錢從來只係手段。如果你將追逐金錢成為一個目的嘅話，你哋都唔會感受到真正嘅幸福嘅。小王子遇到個商人就係咁啦。佢之後再嚟到地球啦，又遇到類似嘅人喎。佢見到一列列嘅火車好高速咁樣行駛，佢就問火車站嘅員工：嗰啲人坐喺一架咁快嘅火車上面，佢哋係咪要追尋啲乜嘢啊？嗰個員工都好老實答佢：冇㗎，佢哋唔知㗎喎，佢哋喺車上面瞓覺咯。即係嗰啲人一路都喺一個高速前進嘅路上面，但係唔知道自己目的地係咩，唔知道自己追尋緊啲乜嘢，淨係關心數字。架車可以幾多點去到邊度啊？車票幾多錢啊？架車上面有幾多人啊？或者係銀行戶口裡面有幾多錢啊？天上面有幾粒星星啊？我再睇翻嘅時候，都再一次係提醒我自己，我唔想變成一個淨係在乎數字嘅大人。係嘅，數字係緊要嘅 ，support 咗我哋基本嘅生活需求。但係佢係咪最緊要呢？我諗呢個就係小王子呢個故事
存在嘅意義咯。小王子佢睇到咗我哋平時好容易忽略嘅嘢，佢提醒咗我哋唔好去忽略呢啲嘢，要揾翻嚟。而家係誠品尖沙咀3樓實現空間嘅嗰個小王子80週年小說展覽咧，去到今個月22號咋，嗰度會有呢一本80週年紀念版小說去賣啦，亦都有啲小王子嘅周邊啊、盲盒啊、裝飾嗰啲。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中意小王子嘅話咧，就唔好錯過呢個展覽啦。仲有一部文學作品咧，我係冇買到佢嘅書翻嚟嘅。當初我睇嘅時候喺圖書館借啦。呢套書總共有4本，就係《那不勒斯4部曲》，意大利作家艾琳娜費蘭特嘅一套書。雖然我而家未有佢嘅實體書啦，但係嗰陣時我喺圖書館借完翻嚟睇完之後，我係決定如果佢出紀念版本啊，我係會想買翻嚟收藏同埋重溫再睇一次。呢套書係講述咗上世紀50、60年代2位意大利女性係生活喺那不勒斯嘅2位女性，佢哋嘅成長史事，講述咗嗰一代女性面對嘅各種困境，佢哋點樣去透過知識或者權力掙破咗那不勒斯貧民窟嘅呢一個牢籠，講述咗女性喺個貧困背景之下嘅掙扎之外啦，去書寫女性嘅友誼都係寫得好透徹嘅。同埋佢4部曲嘅敘事主角 Elena， 佢係用一個極其具有自我批判嘅角度去書寫佢同佢好朋友一生嘅故事，嗰種自我批判真實到令你覺得好似就係參與咗喺佢哋嘅人生入邊，睇咗佢哋一生發生嘅所有嘢，一路睇嘅時候一路跟住佢哋嘅情緒起伏，讀到最後一本最後一頁合上之後，你會覺得有一種感嘆，有一種唏噓。呢套書話明係史詩啦，佢入邊人名好多。我嗰陣時開始睇第1本嘅時候咧，我用咗好大嘅力氣先至搞清楚究竟佢而家講緊嗰個人名究竟係邊個人嚟嘅，邊個家族入邊嘅邊一個人。但係我覺得呢一個苦功係值得嘅。之前咧 HBO 佢有一套改編4部曲作品嘅劇集嘅，叫做《我的天才女友》，有4季，4季就係分別對應佢4本書啦。我睇晒㗎啦，嗰個劇集個還原度都好好嘅，即係如果大家唔想睇書咧，可以試下去揾嗰套劇集嚟睇。如果套劇集入邊嘅演員都好靚嘅，令我覺得咧意大利人真係非常之靚。一路睇嘅時候就會覺得嗰啲演員根本就係喺書入邊跳出嚟咁樣。講完文學類作品，跟住就係非文學類作品啦。第一本呢，大家可能唔意外嘅《被討厭的勇氣》，除咗佢入邊好出名嘅課題分離之外啦，我頭先再揭下佢，都記翻起有一個令我震撼嘅部分，就係講緊心理創傷唔存在嘅嗰個部分。佢提到我哋人咧好中意用創傷推搪一切所有嘅事物，推搪改變，去將呢一個因果調翻轉，因為我哋逃避去做某啲嘢，唔想去做某啲嘢，嗰個創傷先會存在。我睇到呢個位嘅時候咧，我記得我係非常震驚嘅。而家咧我再分享再講翻多一次出嚟之後，我都係仲需要消化。如果我哋識得咁樣轉念去諗嘅時候，好似冇咁容易俾創傷困住喎。雖然佢講到尾其實都係想我哋轉念啦，道理明，唔係話做就做得到噶嘛，所以佢仍然都會擺喺我書架上面一段時間嘅。跟住另一本咧比較新啲嘅，我有預感佢喺我未來一段日子嘅人生裏面都會 keep 住出現 keep 住存在嘅。我可能錯了。作者比約恩佢毅然放棄前途無可限量嘅工作，走出去泰國嘅森林寺廟嗰度出家，學習人生嘅智慧。其中一個最大嘅智慧就係識得同自己講，我可能錯咗啦。放低咗以為自己咩都識呢一個想法，重新去學習點樣做人，點樣面對人生嘅苦難。就算你唔係佛教徒，睇呢本書都會有好大嘅收穫，而且嗰啲收穫係需要用未來好長嘅一段時間去慢慢消化、慢慢練習。當一個人虛心地認為自己知道嘅嘢唔夠多，先至係佢真真正正再一次成長嘅時候，再一次獲得智慧嘅時候。而智慧係無窮無盡㗎。即使作者比約恩佢出家咗17年，佢都仲未係學到晒所有嘅大智慧。後尾佢還俗啦，再遇到人生好大嘅苦難嘅時候，佢都係會陷入一種虛無。出家咗17年嘅僧人都係咁樣嘅時候，我有咩理由話自己識得好多嘢呢？所以會想一路 keep 住呢本書，時不時拎出嚟揭下，重新將自己變得渺小。最後一本啊，東京8平米啊，我好似都喺我嘅 channel 啦，或者唔同嘅平台上面咧介紹過佢好多次。
但係我印象中係冇咁樣拎起嚟對住鏡頭去分享嘅。我覺得我需要俾佢一個公道，所以我一定要拎住佢嚟今日咁樣分享一次。作者吉井忍，佢以前喺中國讀書嘅時候啦，識咗一個中國丈夫，結咗婚之後，後尾咧個丈夫出軌，咁佢咧就要放下一切翻去佢嘅家鄉東京。財務有限嘅情況之下，佢只能夠揾一啲好細嘅租屋，租咗一個8平米，大概80零尺嘅屋仔，入邊冇廁所、冇雪櫃嘅。佢每一日沖涼必須要去附近好平嘅澡堂啦，洗衫就係去自助洗衣店。而佢係一個 freelance 作者嚟嘅，冇寫書、冇輸出、冇稿費嘅時候咧，佢只能夠去附近嘅咖喱店打工，生活好似好刻苦係咪？但係佢呢本書呈現出嚟、表達出嚟嘅嘢，完全同刻苦兩個字沾唔上邊，因為佢睇透咗一個人生道理，無論你住嘅地方有幾細都好，出邊嘅世界夠大，咁佢就可以建立到幫助自己走過難關嘅情感連結。因為佢屋企細啊嘛，佢必須要焗住出去澡堂、去洗衣店、去啲平民餐廳嗰度接觸唔同嘅人。譬如佢喺洗衣店嗰度接觸到一個逃離家暴，雖然收入唔多，但係第一次感覺到生活自由嘅阿姨，就係呢一啲同人嘅情感上嘅連結，幫助到佢度過咗離婚之後嗰一段好難堪嘅時光。呢本書佢一開始就係講佢間屋㗎啦，喺間細屋入邊究竟可以點樣令到自己生活冇咁不便啊？冇雪櫃㗎喎，點樣可以儲存食物啊？跟住差唔多中間開始咧，就係去唔同嘅地方接觸到唔同嘅人。佢形容咧，佢同呢啲人嘅關係係淺而深嘅關係，又未至於去到好 close，但係佢哋每次見面又會可以有一種深度嘅交流、深度嘅連結㗎喎，從而係令到雙方都喺嗰段關係裡面獲得力量。令我睇呢本書嘅時候睇得好入迷啊！佢遇到嘅所有人啦，佢哋各自唔同嘅背景、唔同嘅故事都非常之有趣。有啲故事甚至係令我睇到有啲想落淚嘅。睇緊嘅時候，我都覺得我同吉井忍，甚至同佢入邊提到嘅人咧，建立咗淺而深嘅關係。吉井忍佢舊年咧出咗一本新書嘅，叫做《格外的活法》，係佢走訪日本唔同嘅小店嘅人做嘅訪問，我都未睇。如果之後睇咗咧，就再同大家分享啦。就係咁樣啦。今次想同大家分享嘅影響我至深嘅書單，同埋我一路想佢哋留喺我書架上面嘅書單，其中有冇啲係大家都睇過嘅呢？或者你有冇一啲書都係你想一路 keep 住喺你嘅書架上面？留言同我分享下。咁今日呢條片嚟到呢度先啦，多謝你哋再一次嚟睇啊！都想多謝訂咗我 Patreon 嘅觀眾朋友們，因為有個 book club 咧，會員們每個月都會推介唔同嘅書去俾我睇嘅，有陣時睇咗都幾有驚喜。多謝你哋一路都喺嗰度睇我講書，陪我講書。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I'm running up stones on the edge of the bank. Rally the troops for another refrain. I sing this softly.